你敢相信人真的会被气病的？曾经看过一个案例，40多岁的张先生总觉得肠胃不舒服，检查后被诊断为肠易激综合症，可吃了1年多的药也不见好转，医生也觉得很奇怪，于是建议他去精神科看一看。经过询问后才发现，张先生性格内向，平时吃了亏也不敢吭声，而家人又总是责骂他，长期的压抑和愤怒导致了他一系列的肠胃问题。所以真的不要小看情绪的威力，当一个人感到痛苦又没办法好好表达时，情绪就会转移到身体上。其实你只要起心动念，你的激素就会变，只要你情绪变化，你的身体就会有反应。那么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他们只在乎身体健康，忽略心理健康。他们认为心里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然而90%的重大身体问题都源于我们的负面情绪和想法。你紧张的时候会喉咙发紧，身体发抖；你悲伤时会胸口紧缩，像压着一块石头；你恐惧时会呼吸急促，四肢发软。情绪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身体的反应而已，它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曾经有机构对1000位以上100岁老人做过统计，长寿的原因15%是基因的遗传，8%是医疗条件，7%是合理的饮食和居住环境、气候等，剩下的70%全是心态。他们普遍乐观豁达，不计较，遇事想得开。原来心情不好的时候，身体也不会放过你。研究表明，70%的疾病和情绪有关，身体上不明原因的疼痛与病痛常常与情绪能量的阻塞有关系。今天这个影片将带你系统的了解情绪能量的运作与转化原则。如果你能耐心看完此片，你就不会再被情绪所左右了。接下来的影片有点长，如果你当下没有时间，请先点击订阅与保存，以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压抑的情绪如何影响能量场？人类在孩童时期因为缺乏能力改变所处的环境，必须要依赖父母亲的保护，因此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很脆弱的。创伤事件发生时，孩童可能发现表现出自己的情绪，愤怒、难过、恐惧不会为自己带来好结果，可能被打得更惨，讥笑、嘲讽、排挤等。因此孩子就会学习压抑情绪。压抑情绪时，这些能量会积在身体里面。若是这个孩子在压抑时习惯紧缩肚子，他可能在未来遇到相同状况时有肠胃相关的问题，因为能量是卡在那里。或是有些人会不自觉地缩紧脚掌，长期下来可能会造成肌腱拉太紧的问题。有些人不自觉地把能量积在头上，就造成慢性偏头痛或头痛。每个人习惯的不同，就会造成能量卡在不同的部位。情绪是流动的能量，当我们遇到一件创伤事件，造成我们有愤怒、恐惧或伤心等情绪时，这个情绪就像是一个充电器一样，把我们的能量场
充满了该情绪的电。自然无干扰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透过大吼大叫、歇斯底里大哭、发抖、躲起来等方式来表现出我们的情绪。但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些表现方法常常不被允许，我们可能会受到讥笑、毒打一顿、被羞辱一番。因为社会化的生活里，表现出情绪往往不为人欣赏，许多人开始想要表现出高情商的样子，甚至到有些过分的程度，接受别人的批评仍旧要带着笑脸，被人家骂也不能替自己辩解，遇到不平的事情也不敢替自己发表意见。想要追求的事情，如果会麻烦阻碍别人，就干脆不争取了。我们成为被高情商形容词绑架的人们，我们觉得压抑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真正的想法与情绪，以符合社会的期待，就是高情商的表现。然而这里面有多么大的牺牲，我们却没有看见。压抑的情绪都到哪里去了？这些情绪都是能量，并不会因为表意识上压下去就消失不见。这些能量都坐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当能量从这个口出不去时，它会用另一形式展现出来，或是积累在身体里面，以身体病痛或精神状态的方式展现出来。大量压抑的情绪能量可能会用这些方式表现出来。身体病痛如慢性病、癌症、慢性劳累；精神病痛如忧郁症、躁郁症、上瘾症。日常生活上累积大量情绪的人，可能会对身边的人施以言语、精神、肢体等暴力，或是情感上冷漠与抽离，或甚至外遇。超意识、表意识与潜意识。我们的意识分成3部分：超意识、表意识与潜意识。超意识就像是我们的灵魂与能量场，表意识就是你现在正在读我的讯息的头脑，潜意识就像是一个超大的记忆库，所有的记忆、感觉、情绪等等都完整地记录在这里。表意识只会记得目前对我们有用的讯息，我们很本能地把感觉差的、不喜欢的部分都推到潜意识里。当我们习惯性地压抑情绪，这些记忆、情绪并没有消失，它们都到了冰山下面的潜意识里，它们一直都存在。没有处理消化疗愈的情绪能量会从潜意识的深处散发出来，我们的身体很自然地会照着能量来运行，没有处理掉的部分会把我们的身体带回到过去的记忆和情绪里，因此会产生一个很妙的状态。你的表意识觉得我没怎样呀，为什么会这么不舒服，这么低落？但是我们的身体却很诚实地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能量场里有一股未消化的能量仍在影响着我们。这些能量会让我们的身体活在压力超大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受背叛的时候。为了能让生活继续运作下去，我们的表意识会向身体借取更多的生命能量，把这些负面的能量压下去，好像借款度日一样。压抑愈多情绪，我们就会需要借更多的生命能量用在这上面。生命能量都用在还债，没办法用在日常生活中去创造出新的生活。
渐渐的，我们会觉得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但我怎么这么累？或是我明明就吃了很多，但却还是饿。我明明睡很多，却还是累。若是没有精神上的依靠，来自超我的力量，或是指导灵、宇宙或信仰的力量，就没有地方可以补充这些生命的原动力，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阻塞的能量会让身体一直活在当时的状况，因此也会不自觉地吸引我们去吸引相同的状况到我们的生命里来。这也就是有时候会发现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同样的孤单、受排挤、受嘲讽等状况，因为这些未处理的能量不停地在吸引你身体习惯的人、事、物、4转化情绪能量。当我们因为一件事情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通常觉得自己是被侵犯了，不论是身体上、情绪上、财务上，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股愤怒的能量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可能会用这股能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方法上，有些人会用负面的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有些人可能懂得如何把这股愤怒的能量转化成正面的能量来使用。举例来说，马丁路德金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们把白人对黑人不公平又残暴对待的愤怒能量转为和平的不服从运动，不以暴制暴，把愤怒的能量转换为坚持与和平的能量，争取自己的权利。其实这些人们敬而远之的负面情绪，愤怒、悲伤、恐惧、嫉妒等，并不是都不好，因为生活中的事件，这些情绪能量升起，促使我们使用这个能量去改变、转化自己，以利于处理与面对新的挑战。这是一股可以拿来运用与转化的强烈能量，但是我们的社会却敌视这样的情绪能量，认为成熟正常的人就是要时常乐观、开朗、和平、圆融等。于是我们强压下这些情绪能量，把这些能量压进我们的身体、心灵深处。其实我们可以把事情看成这样，触发情绪的事件是一个充电器，产生的情绪能量是电能。电并不是会让人舒服的东西，被电到可能会麻、痛，碰到高压电还可能会被电死。但是当电能转化成其他形式时，它可以转化为暖气，让人温暖；它可以转化为光，照亮黑夜；它可以转化为热能，烹调出美味的食物。因此我们不需要把负面情绪视为妖魔鬼怪，硬要把它们除去。负面的情绪是一种力量，只等待我们去转化它，把它变成前进的动力。5. 人的7层身体。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肉体被负面情绪影响的方式。负面的感受和情绪会损害健康，引发疾病，并促使老化及早死。这个过程是以星光体为媒介。例如，当一个人容许他自己经常或每日怨恨、生气，星光体的内部器官就受到负面的影响。最常受到不利影响的器官是星光体的胃。人的7层身体，通常胃的功能是消化营养的，
增进健康的。但是当星光体以情绪为食物，如果被给予的只是怨恨、憎恶和其他负面的毁灭性之类的情绪时，星光体的胃由于无法正常运作而逐渐消瘦。怨恨的人喂养给星光体的情绪是无法被吸收的，因此胃完全停止运作。贪婪的人喂养给星光体的胃过度能量，使你的肉体胃囤积，从而吸收腐烂的能量。当星光体的胃开始消瘦，这情况会转移到肉体的胃，但时间上会延迟。从星光体到影响相应部位的肉体，大约需要9个月的时间。许多有灵视天赋的人可以看到灵气环绕在星光体周围的能量，描述他们看到的在当时看起来相当正常且健康的肉体器官临近部位的灵气里，有着黑暗或如乌云般的斑点或区块。对于被检查的对象，这应该被视为一个严重的警讯，因为灵视者看到的是星光体的恶化，而当时肉体尚未显现相同的损坏或疾病。换言之，星光体已经生病了，而肉体相应的部位显现相同的影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约9个月时间来修复，减少负面情绪的损害。如果那个人在灵视者检查到黑暗与乌云般区块时当场死亡，他会发现自己的新身体是有病的，或是在某方面已损坏。他的新身体是星光体，他的肉体是死的。为了强调上述负面情绪在星光界的影响和肉体疾病的关联性，目前活在地球上的人非常少数意识到，由于他们沉溺于我们所列举的负面情绪，自己每天强加在美丽的星光体上的可怕伤害。星光体回应情绪，让我们进一步解释这概念。人的情感面与星光体相连接，星光体是人在物质层次的3个身体之一。星光体与肉体在细胞组织上完全相应，但星光体的组成物质比肉体的更精细。许多有灵视天赋的人可以看到别人的星光体，尤其是所谓的灵气环绕着星光体的能量场，并由星光体所支持着。我们曾说过，星光体回应人的情绪。人们即使是研究这件事的神秘学者，普遍不了解的是，星光界是情绪的起源处。人类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源自星光界，而且首先影响星光体，其次才影响肉体。所有人都了解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地球上生活的期间，人类让自己所体验的不同情绪对于星光体的结构、完整和健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一个人的物质生命死亡，他只是抛弃了肉体而已，而他的自我人格意识则转移至星光体。例如，若一个人在他投生地球的期间，让憎恶、怨恨、渴求报复和类似的情绪在他体内横行乱窜，那么在跨越肉体死亡的门槛时，他会发现令他惊恐的是，他的新身体星光体是畸形、残缺，或甚至有部分是完全消失的。当然，这些毁损的形体
在星光界可以被修复，但修复的过程需要这个人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回溯他的地球生命，并且只靠思维的力量去抵抗使他在地球生活时产生负面情绪的相同诱惑。这需要惊人的努力，而且当地球的生活被每日的狂暴、怒气、憎恨之类的火爆情绪所污染，很少灵魂能鼓起勇气或能量去回顾和扭转所有被容许展现的负面情绪。当一个人沉迷于任何悲伤、自怜、贪婪、欲望、恐惧、忧虑、骄傲、狂怒、憎恶或怨恨的负面情绪，星光体就会产生类似的损害。只有一种情绪可以促进星光体的健康，那就是爱。这个爱不必是我们稍早说过的基督或普世的大爱，任何形式的爱，情谊、友谊或类似的关系和态度，对星光体都会产生非常正面的结果。认识情绪，从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可以认出一个人在这等级表上的位置，就可以精确地预测他的行动。情绪度等级表的知识，让一个人更了解他的人类伙伴。这项技术确实可以用帮助自己和其他人改善状况。01，记住，你不能取悦每个人。02，小心你邀请到你生活中的人。03，保持警觉。04，到大自然里呼吸。05，对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承担100%的责任。东方古老的智慧也早已总结：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几千年前就有古人发现了情绪和身体之间其实是高度影响的，所以不要以为情绪不好，压力问题只是单纯的心情不爽。其实身体内的各个器官早已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结果爆发之时，就是身心俱疲之日。所以学会情绪管理，不让身体的反应累积非常重要，将终身受益。国医大师张伯苔院士曾说，自己养生的秘诀就是4个字：少心没肺，就是心态平和，不被负面情绪困扰。怎么做呢？1，正视自己的情绪，也就是想得开，让压力不再是压力。当负面情绪来临时，不压抑，不逃避，而是把它当成自我觉察的机会，允许自己和它待一会儿，了解产生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并积极地回应它。通过生理层面的调节，学会释放情绪，比如运动、冥想、写日记，让情绪流动起来，减少痛苦的淤积，身心才会更健康。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感恩我的身体。我感恩我身体的每个细胞，我的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它充满了爱的能量，即使有任何的损伤，它也很快复原，并且会充满生命的活力。感恩宇宙，感恩生命的所有。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
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